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粉丝点菜啊，有人发私信说想看这个千叶的伽罗罗，那么你就买一台回来测一测啊。那么这款伽罗罗呢，我在买之前看了一下网上其他人的视频啊，好像有褒有贬啊。那么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就拿着一台这个经过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3-4个月之后的一个大货啊，来看看它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外包装。外包装方面，正面就是一个伽罗罗实物的一个图片，没有任何的千叶模型自己厂商的一个信息啊。然后侧面呢是一个这个线稿图，这个线稿图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虽然说有深有浅啊，看着比较怪，但是整体的这个效果呢还是达到了。然后侧面还写着一个 All New Special Design 啊，反正也是一个噱头吧。然后外包装方面呢，基本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一个 KO 一贯的这种白盒的一个包装。那么下面直接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板件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现在呈现在我面前呢，就是这一次伽罗罗全部主体的一个板件了。主体板件呢，一共是这个12块，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样的一包这个特效件啊，一共是8板，再加上它自己的这个武器的，一共是10板特效件。然后还有一个贴纸以及一个这个水贴，水贴质量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就目测来看好像还可以啊。一会儿我们这个拼完之后再贴一点，看看到底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板 PET 的这个红衣特效件了啊，我并没有买这个它所做的那个实体特效件的这个版本啊。我其实不太喜欢它那个特效件啊，而且再看网上的评价来讲，这个特效件好像是会加重模型背包的一个重量啊，让这个模型本身的一个自立性成问题，所以说我就直接选择了这样一个原版的一个红衣特效件。我觉得这个原版就已经很好看了啊，那个他自己做的那个实体的，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然后呢，还是老规矩，我们用这个分镜来给大家看一下各个板件的一个表现啊。整体来讲细节还算可以吧。白色这版呢，整体这个细节给的，起码没少啊。但你要说非常的锐利呢，倒也不至于啊，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然后金色这边呢，可能是因为发色的问题啊，它虽然做出了这个2种金色的一个差别吧，但是整体上面的细节呢，是稍微有一些肉的啊，尤其是这个可以看到符文的这部分，整体的这个纹路的一个展现呢，是不是那么清晰的，稍微有些肉的，不知道是它本身就做的很肉，还是说这么长时间模具磨损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好了，板件部分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整体的这个板件表现，我只能说中规中矩啊，并不是说非常好的那一档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直接把它拼起来，看看成品表现到底如何。那么好的，用了差不多2个小时呢，这款伽罗罗的一个全部内容呢，我就已经全部拼装完成了。整体的拼装手感呢，可以说比较割裂啊，有些地方比较紧，有些地方又比较松。像这个小腿的左右核呢，整体这个拼装的时候就比较抠手，但是这个手臂部分呢，整体拼装手感又比较松。一会儿我们在讲可动的时候，我也会说到。然后这个水贴方面呢，我是简单贴了一些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简单贴了一些这个标志啊，以及这个勾边的一些水贴啊，并没有全贴，因为我觉得本身这个白金的一个配色就已经很华丽了啊，再多贴水贴的话，我觉得是有点这个画蛇添足了。然后这个水贴的这个示意图呢，它 KO 的是这个达人的水贴，大家去这个各大平台去搜这个达人的伽罗罗水贴，然后就可以搜到了。他们应该这个在商品的这个展示图下面都会有带有这个水贴示意图的，大家直接照着那个贴就可以了。然后外观部分呢，自然不用多说啊，我觉得这算是近几年这个高达反派里算是最帅的这个机体之一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大翅膀机的啊，更何况它还是这个带有光翼特效件的，所以说这款伽罗罗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么好的，主体外观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可动啊。可动方面，首先这个头部呢是自带一个这个前后的一个脖子关节的，然后再算上上面的这个球关呢，整体的这个灵活性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关节呢非常松啊，连带着这个底部的一个底座。这个底部的底座的零件呢，几乎就是一拔就能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建议大家直接粘死啊，这一点算是一个这次套件的一个小缺点。然后这个手臂部分，首先这个360度旋转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平台，首先肩胛这边是可以挑开的，然后上部的一个零件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避让。但是这次这个平台角度只有这个90度啊，而且稍微有点不举啊，它这个底部的零件比较松啊，所以说整体会有一些这个空位的一个存在。然后肩部的一个拉伸关节肯定是有的啊，然后这个手肘弯曲整体呢就是一个微微超过90度的这样的一个可动，
然后就要提到这次的一个臂甲了，就是这次类似于手刀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前方这个刀刃的部分呢非常松啊，这个零件几乎就是一掰啊，它就下来了啊。这个部分呢，我也是建议大家沾死啊。这次伽罗罗真的有非常多这种特别容易掉件的地方啊。然后大臂旋转肯定是靠着这个根部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这次的手的部分呢，就是一个球关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是没有任何替换手的啊。作为一个剧场版的一个最终 BOSS， 我觉得这一个待遇稍微有点次了啊。然后来到腰身方面，首先旋转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底部的一个球关。然后首先向前弯腰，这次的这个零件真的干涉比较大啊，所以说向前弯腰几乎没有啊，就是一个可能也就2度的这样的一个可动啊。然后左右侧腰这次倒是挺不错的，而且这次关节也是比较松啊，整体的这个身上的关节都没有很紧啊。然后来到下半身，首先这个前裙甲当然是可以中间剪开变成单独可动的，然后这次前踢，是差不多也就90度的一个这个可动啊。然后后踢，这次这个后裙甲依旧是这个 HG 标准的一个配置啊，是定死的，所以说整体的可动也就差不多15度左右啊。然后侧裙甲稍微避让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侧踢，侧踢方面呢也是标准的这个90度啊。这次伽罗罗的这个大腿根部的这个配置没有任何的这个拉伸啊，或者是这个避让的一个关节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歹也是个大 boss 机体啊，结果连个腿部下拉都没有，我觉得真的有点寒酸了。可能这就是抢别人老婆的一个报应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次的膝盖弯曲，膝盖弯曲的角度还算不错啊。如果打到底的话，是可以达到对折的一个角度啊，这一点还算做的比较不错。然后大腿旋转依旧是根部这里，这个关节倒是比较紧啊。然后脚踝部分，首先就是一个球关，前后左右以及上下都还算比较不错。然后这次的这个前面这个脚踝甲的部分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上移的，但是其实你就不上移，它这个也没什么干涉啊。然后脚部这个前段当然是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活动的。那么好的，主体可动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配件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背包啊。这个背包呢，整体来讲一体性还算不错啊，但是整体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插槽非常松啊，而且你把它插上去之后呢，这个是带一点这个虚位，它会有一些这个旋转的这个情况在里面。但是好在这个两侧的这个部分呢，它不会松啊，它只是根部这里会这个有一些这个掉件的情况。然后呢，就要提到这个贴纸的问题了。目光所及之处啊，这个所有的紫色部分全部都是贴纸哦。拿下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啊，一个这样的部分呢，正反面是2个紫色，而这块有一共8个单元啊，所以说一共是16片紫色，全部都是贴纸啊。光在这个贴纸上浪费的时间，我就已经贴了能有半个小时吧。所以说，如果就是你不是很能接受这个贴纸的话，我觉得这一款伽罗罗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然后这个背包的玩法呢，其实还算比较多啊。其实这款这个套件的主要的玩法都集中在这个背包上了啊。首先现在的这个形态呢是一个收纳形态，整体呢会有一个展开光翼的一个形态。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这样的2片这个替换件啊。然后呢，我们需要将这8个单元所有的这个上半的这个部分，就是这样的部分啊，一共是8个，我们需要全部的拿下来。然后我们将这个上半部分那个8个单元全部拆来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这2个部分呢，我们就先拿到一边，就先不用了。然后呢，我们先不要往这2个替换件上安啊，我们先拿出这个光翼的这个特效件，就是这样一堆啊，8个这个 PET 材质的这个光翼特效件。然后可以看到啊，每一个这个光翼特效件上呢，都有这样的2个小口啊，我们就需要装在这个替换件上，这里有2个这个插槽，然后安完特效件之后呢，我们再将这8个部件全部一一的套上去。整体安装完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尺寸非常大啊，效果也非常不错。而且由于刚才的这个8个这个浮油炮的这个装置的一个拆除啊，所以说整体的重量是变轻了。所以说刚才比较松的这个根部关节啊，现在可以看到怎么晃它都不会掉了啊。然后搭载方式呢，直接就是安到我们主体背后的这个插口里就可以了。我们让这个伽罗罗装上它这个光翼背包，整体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真的气场一下就拉开了啊，反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再把刚才这个拆下来的部分再拿回来啊。看过这个设定的这个小伙伴应该知道，这8个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这个浮游炮啊。我们就以一个为例啊，每一个浮游炮呢，两侧呢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型机翼一样的这个装置啊。然后装置两边呢有这个特效件的一个插口，然后我们就要用到刚才我们在板件部分看过的这一包特效件了。我们就用2个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我们直接把这个光剑特效件直接插在两侧。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小型浮游炮的一个搭载啊。然后每一个小浮游炮的正面的这个部件呢，其实是可以抠掉啊，露出里面的支架口。但是这一款它做的其实比较难抠啊，它正面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借力的地方啊，所以说你需要去拆开，然后把这个小部件给顶掉，然后才能露出里面的这个支架插口啊。在这里我就不展示了。当然，这个除了浮游炮以及这个光翼呢，我们这个伽罗罗还有其他的配件啊，就是这样一把步枪和2把这个激光刀。这把步枪呢是他们黑骑士这个小队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步枪，上面呢是没什么细节的啊。然后正面的这个白色内部的这个瞄准镜呢是一个这个贴纸。然后我们这2把刀呢就是伽罗罗这个专用的了啊。整体这个红色部分呢都是这个特效件，然后这次尾部呢给了2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金色的一个分件。搭载方式呢，我们当然就插在手里就可以了。那么好了，这款千叶伽罗罗的内容呢就已经全部说完了。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吧。这款模型呢，颜值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啊，非常的帅。如果你是冲着这个颜值去买的这款千叶伽罗罗，我觉得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注重手感以及这个拼装过程的一个人呢，我觉得其实还是万代原版会更好一些啊。那么价格方面呢，这款千叶伽罗罗我记得刚出的时候是要去到将近30的一个价格，我觉得那个价格实在是太贵了。要是加上它的那个实体的一个特效件，甚至价格都能上到40啊，我觉得完全不值啊。但是现在的价格呢，我这款是以一个23块钱入的这个普通版，我觉得还算可以啊，至少买这样的一个颜值还算是值回票价的。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期粉丝点菜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啊。说实话，我还是挺欢迎你们这样在私信里去要求我拍一些东西的啊。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关注，记得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